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模型用的烘箱。那我先讲一下，这个东西就是说，应该会用的人会比较少啦。其实，在模型上来讲，就是说，它有两个好处，一个是说你的干燥速度会提高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你的漆膜的强度会比较强。对，那我先介绍这个。那这个其实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主角，而是说，传统型的都是大概类似这样。那一般来讲都会去买那什么烘碗机啊，用烘碗机把它替代掉。那这个是那个俊士他出的，专门就是给模型做烘箱的。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东西了。对啊，不过呢，我就想要做个整理，因为其实这个我很想把它拆掉。因为现在来讲啊，现在3D 列印技术进步那么多啊，其实像它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可以去买个零件呢，就把它替换掉。我先带各位看一下它的结构。首先呢，就是跟这个烘碗机一样嘛，我们就这样转开来就可以了。那它里面就要开始烘。好，接下来是里面的结构的部分。其实啊，它这个就是说它里面做了一个那个，就是这个在电子材料行啊，或是说那种就是应该讲说跟那种宠物店的那种家乐店很像啊。你看它底下就是这个。然后一般来讲的话，人家去买那个烘碗机会有什么缺点？就是说通常会加热过头。那这个呢，它就是说利用这样的距离，我在底下那边加热，然后呢，我热空气往上嘛，那可能这段时间呢，它的热度就不会那么强。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，它这样的方式就是说，会让我们的那个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零件掉下去了，你很难拿出来啊。对，这是它的问题。你看它构造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这个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东西，现在应该都停产的了，现在应该找不到了。对啊，所以说你看它就是一个电源这样而已，转开来，然后呢里面这边加热，然后再加盒子。所以说呢，以现在的时代技术进步来讲的话呢，用 FDM 应该可以去印一个外壳，然后去电子材料行找到相关的东西，应该就可以做出来了。你看它前面这个都是这样。但是缺点就是说，我们就是说我现在是里面没有放模型漆嘛，有涂漆的模型。那通常来讲，它缺点就是说，你里面如果是有放，就上过漆的，你现在让它干燥，然后你现在你要取件的时候，它这一掀开来的时候，其实会有气味跑出来，所以变成说每次要用的时候，你就是可能要闭气啊，这是它最大的缺点。它这个过程完全都没有声音了，你看完全没有声音，都这样静静的。好等一下呢，就是今天要介绍主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让我们进入我今天想要介绍的主角，那就是这一台。那我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后，居然有人愿意做这种，就是专门给模型用的烘箱啦。那我看它前面带的造型也是跟那个烘碗机很像。对这次出的这一个呢，就是整个用不锈钢做的。那刚才那一台的话呢，我有提到说，你如果在烤完之后，你要拿起来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会味道，你可能会会闻到，可是它呢，它就不一样了，它就有一个这个管线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后面呢，后面那边有一个地方呢，可以接风扇出去。那我们可以先直接来看一下。它们就有一个风扇的按钮，它后面那边呢就会抽气出去。对当然那位置我觉得设计的可能就是要再调整一下吧。自己要摆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。不过这个设计我觉得相当不错。好再来是说它这个箱体的设计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3D 列印的关系啦。因为它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有强调，它其实不是要给模型而已，它还是有3D 列印可以用。就是说，像那个 FDM 啊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使用过 FDM， 就是说你今天在列印的时候啊，那个有些料啊你不熟的啊，你可能跟它要加热一下比较好。像那个空间呢，你看，它这样摆，这样，
哦，我直接拿那个箱子来可以啊。然后我直接拿这个箱子这样。那我们可能这样摆嘛。好，然后像那个烘碗机啊，如果有人用那个烘碗机去烘这种线材啊，结果它底下整个都焦掉，就是因为它烘碗机就直接底下给你加，可是你看它这个它不是，它的热风是从这边出来的。对，然后你看它的空间就是我觉得就是有设计给那个3D 链使用啦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差很多，所以这个不是只有给那个模型而已哦，它这个还是也是可以给 FDM 的线材去做使用。对，因为有些 FDM 的线材啊，你跟它比较不熟的啊，你要用之前呢，你让它烘一下呢，其实会好一点。对，好啊，等一下呢，就是看一下它运作的情形呢，然后就做小结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让我们做一下它升温的测试，因为呢，有些烤箱呢，就是说它温度提升太快，会导致你物件产生问题啦。等下当然太慢也不好。那我里面放了温度计嘛，哈，然后另外是分贝计，我放了分贝计，这样呢就可以同时测啦。那就开始吧，直接按这个键。嗨，大家好。那我大概测试完了啊，刚才各位有看到嘛？其实它时间呢，就是大概加热20分钟左右，它就会达到40度。那这一台呢，它也可以用50度，应该就是要让你去加热一些 FDM 用的线材的。对，那这个拍摄呢，就到这边，就提供给各位参考啦。